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想邀请你踏上一段不同寻常的思维旅程，去探索一个充满奇思妙想与深刻洞察的世界。这段旅程的指南，正是由高明所著的《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》。这本书自出版以来，便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。高明，这位非心理学专业的作者，凭借其对人类思维的强烈好奇和不懈探索，采访了数十位被定义为精神病人的个体，记录下了他们眼中那光怪陆离却又引人深思的世界。这本书不仅仅是对精神病人内心世界的窥探，更是一场对人类思维极限的挑战和启迪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习惯于用既定的思维模式去看待世界，而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们看到那些被我们忽视或误解的思维方式和视角。它让我们思考，究竟什么是正常，什么又是疯狂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或许所谓的天才和疯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。让我先从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开始。在20世纪初，数学家约翰·纳什 （John Nash）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。然而，他的疯狂却让他在数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，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那些被我们视为疯狂的思维，可能正是通向天才之路的钥匙。第一部分，挑战常规思维，拥抱多元视角。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最核心的理念之一，就是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。作者通过与多位精神病人的对话，展示了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视角。这些视角常常与我们常规的认知大相径庭，却又能引发我们深刻的思考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的大脑有一种倾向，即倾向于寻找和确认已有的信念和模式。这种现象被称为确认偏误，而书中所展示的精神病人的思维方式，往往打破了这种偏误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。例如，一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坚信自己能够与外星人交流。这种信念虽然看似荒谬，但却让他对宇宙和生命的本质有了独特的理解。培养开放性思维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不轻易否定那些看似荒谬的想法。增强同理心，理解他人的独特视角，即使这些视角与我们的认知不符，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和相处。激发创造力，打破常规思维模式，尝试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，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。书中提到一位患者，他坚信自己能够看到时间的颜色。这种看似荒谬的信念，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时间流逝的独特感知。作者在书中写道，他眼中的时间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流逝，而是一种色彩斑斓的流动。这种视角让我们重新思考时间的本质，以及我们如何感知和理解时间。第二部分，探索内心世界，理解自我与他人。书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。作者通过与精神病人的对话，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、渴望和困惑。这些对话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，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内心。从心理学上讲，每个人都有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的需求，而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对自身和他人内心世界的探索。书中展示的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，常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深刻。例如，一位患者因为无法接受自己内心的黑暗面，而选择将自己封闭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。自我反思，通过观察和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自己的内心，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和谐。增强情感共鸣，理解他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，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。心理健康，关注内心世界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心理问题，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。书中提到一位患者，他因为童年时期的创伤，而选择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他可以逃避现实的痛苦，找到内心的平静。作者在书中写道，他的世界是他心灵的避风港，也是他心灵的牢笼。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内心世界的探索和理解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。第三部分，拥抱不确定性，寻找生活的意义。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还探讨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，以及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寻找生活的意义。作者通过与精神病人的对话，展示了他们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追求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人类有一种寻求确定性和意义的倾向，然而生活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。书中展示的精神病人的生活方式，常常打破了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，展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。例如，一位患者坚信自己能够预知未来，这种信念虽然看似荒谬，但却让他在生活中找到了独特的意义和方向。接受不确定性，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变化。寻找个人意义，每个人对生活的意义都有不同的理解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，
能够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。3. 增强适应力，拥抱不确定性，能够增强我们的适应力，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加从容。书中提到一位患者，他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而开始相信自己是时间的守护者，这种信念让他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方向和意义。作者在书中写道，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捉弄的人，而是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。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，即使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时，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和信念，找到生活的意义。第4部分是实践与反思。在了解了书中展示的多种思维方式和内心世界后，我们还需要将这些理念应用到实际生活中，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实践。从心理学上讲，行为改变往往需要经历认知、情感和行为的转变。通过实践和反思，我们可以将书中的理念内化为自己的认知，并在生活中加以应用。1. 每日反思，每天花一些时间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内心世界，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。2. 尝试新事物，勇于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，拓宽自己的视野。3. 建立支持系统，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思考和体验，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社交网络。书中提到一位患者，他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实践，最终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方向。作者在书中写道，他的旅程是一条自我发现和自我救赎的道路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通过实践和反思，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实现自我成长和突破。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不仅仅是一本书，更是一场思维的盛宴，一次心灵的旅程。它让我们看到，那些被我们视为疯狂的思维，可能正是通向天才之路的钥匙。现在，我想邀请你勇敢地踏出这一步，去阅读这本书，去探索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思维方式和内心世界。相信我，这段旅程将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让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益匪浅。不要让这本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你的书架上，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成为你思考和行动的指南。记住，天才和疯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，而这条线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跨越的。生活就像一场奇妙的冒险，而思维则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。让我们用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挑战，去发现每一个机会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这本书能为你带来启发和改变。祝你在探索思维边界的旅程中收获满满，惊喜不断。